欢迎收听今日新闻快报。据报道，南山大街灭门惨案已被有关专家定性为无头悬案，还请各位居民请注意，夜晚减少不必要的出门，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。又来一起无头悬案。我穿越的这个世界不会真的有鬼？不要啊，我就会雕刻个木雕了，其他的可啥也不会。这要是遇到鬼呢？程郎，今天可是林校花的生日宴会啊，你不去参加吗？你这雕刻的啥东西？模样看着和鬼一样。这是七爷白无常，你不认识吗？白无常是什么？那这个呢？没见过。菩萨都没见过。这个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还有这个关圣帝君关云长，没听说过。真是怪事了，这些人物他竟然都不认识。难道这些神话在这个世界并不存在？不过说起来，前段时间我家闹鬼，但自从我把你送我的那个黑色雕像放在家以后，就再也没闹过鬼了。指不定这东西确实有点用。这次要不你就送校花这个作为生日礼物。走吧。你们来晚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林大校花，没敢走小路，最近晚上不太平，从大路过来的，绕远了。你好，程朗。林校花，这么久没见，你又变漂亮了。有些人自己来晚了，还要哗众取宠，影响别人，真恶心。赵明泽，你少在这阴阳怪气！你不就是因为当年在学校追求林校花失败了，又看林校花和程郎的关系好，你嫉妒了而已。你行了，林峰，别和他一般计较。林校花，这是我送你的生日礼物，我们先入座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看看。程郎，你这盒子里雕刻的什么啊？这个雕像好像鬼啊，好吓人。你们懂个什么？我哥们儿这木雕可是能降妖除魔的，妖魔鬼怪见了只能绕着走。这个雕像造型倒是还挺奇特的，但是除了造型奇特之外，似乎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啊。林峰，这东西不就是个破木雕吗？还说能降妖伏魔，我100块钱能买一大堆。张明泽，我说过了，不管程郎送我什么，那也是他的心意，你难道听不懂吗？好，你们聊。大家都等久了吧，快入座吧。张明泽，我死得好惨啊！我要你死，为我和我的母亲偿命！门外有鬼！张明泽，你究竟做了什么？我没有，不关我的事，我什么都没做。快看，墙上有字！赵明泽，还我命来！到现在你还不肯说真话，你想把大家都害死吗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家人的。看来这个世界真的有鬼，正好试试白无常雕像能不能克制鬼怪。张明泽，你别以为简单的道个歉就能了事了，你害死了我和我母亲，
今天你必须偿命！孽畜休得胡来！若有冤屈，速速报来。有什么冤屈就全交代了吧。七爷白无常在此，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回大人，我本名叫程苗苗，自小父母就离异了，是母亲将我带大。她半年前生病住院，卧床不起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只好辍学去 KTV 做服务生，赚钱为母亲治病。可是赵明泽这个畜生，他伙同他的朋友玷污了我，是我怕事情败露，竟然活活掐死了我。不是我，为了隐瞒真相，他还害死了我的母亲。我的魂魄亲眼看着我母亲咽下最后一口气，我母亲她在最后一刻都还在呼喊我的名字。程郎，咱们能帮一帮他吗？你能做到的，对吧？别着急，七爷自有定夺。程苗苗，想报仇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！我告诉你，你活着拿我没办法，死了也依旧没法索我命。程郎，你这木雕多少钱？50万？不，100万，你随便开价，我昭明泽全要了。你这个畜生，就算我把七爷雕像给你，你也只会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你今天就算是出1个亿，我也不卖。你，林女成事，你的冤屈本座已知晓。罪人昭明泽，你草菅人命，滥杀无辜，实乃罪大恶极之徒。但按阴司律法，你还没死，本座无法管阳间事务。罪人昭明泽已死，可以随本座回地府接受审判。啊！不！别！你们放过我！我有钱，我有钱！我把钱都给你们，你们放了我！民女成事，罪人昭明泽已伏诛，你可愿放下执念，随本座重入轮回？多谢大人为我报仇，我愿随您入轮回。只是我死后，我那可怜的娘连后事都无人料理，我娘的尸体还在殡仪馆躺着。你放心，你母亲的后事我包了，我会安排人把她的尸体领走，给她办一场风风光光的后事。至于张明泽的事，我会把他的所作所为公之于众，让此事真相大白。多谢姐姐，如果真的按你所说，我来世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你的。不必如此，对我来说不过举手之劳。这位大人，我想好了，我愿意跟您入轮回。随本座走吧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感觉身体力量好像变强了不少？青蛙，这里实在太危险了，原谅我们先走了，改日再聚，改日再聚。谢谢你，程老。如果不是你带来的雕像，今天怕不只是张明泽，估计连我们也会死在那女鬼手里了。对啊，厉鬼杀人，可不管你是不是和他有仇，基本上见活人就杀。要不是程郎的木雕，咱们今天就完蛋了。怎么样？我就说我兄弟的雕像能降妖伏魔吧，你们还不信？现在信了吧？你们过奖了，说不定这只是巧合而已。程郎，你刚才一直叫那个木雕里的人七爷，你认识他吗？七爷可是传说中的鬼差，地府阴司，职责就是抓鬼。你们也能称呼他白无常，或者是无常大人。店里的警报器响了，可能是出事了，我得先走了。
这边的事就交给你们了，有什么问题直接打我电话。好。谁？装模作样出来！奇怪，没人。那警报器是怎么触发的？啊！这是，好像和酒店中的2道金光一样，让我感觉身体又变强了不少。何方妖孽，在此作怪！启禀尊上，罪人赵明泽与民女程氏魂魄已押送通判司，属下特来复命。七爷，这都哪跟哪？快起来说话！属下惶恐，尊上乃是地府之主，属下不敢折辱尊上。起来说话！地府之主？什么是地府之主？具体原因属下不能多说，需要尊上自己探索。但属下能告诉尊上的是，尊上每度化一只或者消灭一只恶鬼，尊上就能变强。同时，尊上所雕刻的木雕也都会变强。变强？怪不得那金色的球进入我身体后，让我感觉力量变大了不少。那要这么说，你现在能显形也与我变强有关了。是的，尊上，因为您消灭或度化了3个鬼魂，现在您所亲手雕刻的雕像已经能够显形为您办事了。我还以为我会成为没有金手指的穿越者，现在看来我的金手指终于是到了，来的也还算及时。尊上如若无事，属下就先行告退了，可以用雕像为媒介重新召唤我们。行，你先下去吧，我自己研究研究。说起来，自从我穿越过来之后，还没试着雕刻更厉害的身体。要不试一试，万一也能显灵，那岂不是在这个世界无敌了？但是雕刻谁呢？要不就弄个猴哥吧，万一能显灵，那我可就真横着走了。看来想把猴哥这种强大神明雕刻上去的计划要暂时停止了，也不知道是因为木料不行，还是我的实力不够。不行，要想办法搞点木材，还有抓鬼也不能落下。算了，不能指望一下吃成一个大胖子。先睡觉吧，明天起来打听下哪里闹鬼，顺便可以看看有没有好的木材弄一点过来。来了来了，别敲了，这大清早的催命呢。原来是林校花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有什么事吗？程郎，没打扰你吧？没有没有，平常也没啥人来我这儿，所以懒散惯了。你们大清早来我这儿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确实是有点急事。我先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姑姑，她叫林蓉。程大师你好。哎，这我可不敢当。林校花是我的朋友，您有什么事直接说就行。是这样的，程大师，我听今晚说您能雕刻一种能斩妖除魔的雕像，所以我才让今晚带我一起来拜访您的。因为我们家闹鬼了。闹鬼了？怎么一回事？是这样的，程大师，现在我每个晚上都能听见屋子里有小孩的哭声，甚至有时我刚洗好的衣服上面会莫名其妙的出现小孩子的血手印，而且这段时间越来越频繁。这不是刚好听说了陈大师昨天的事情，就拜托今晚带我来拜访您。正好，我要找稀有木材，也需要抓鬼刷旗。林家在秦都市很有名位，如果我能帮林蓉解决这闹鬼的事情，不仅能赚一笔生活费，还能让林家帮忙寻找稀有木材，同时我等级也刷上去了，就能雕刻更强的神明，1箭3雕啊！我明白了，秦晚是我的朋友，那这件事我一定会管的。这样吧，你们等我收拾一下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那就拜托你了，陈大师。谢谢你了，程郎。没事，反正店里平时没什么生意，闲着也是闲着。走吧。程大师，里面请。这里感觉好阴森，看来确实是有鬼在此了。只要解决了这里的鬼，
钱和木材都不是问题了。就看您了。您多多操心。老婆，今晚你们回来了。这位是？这位是程大师，就是他昨晚在生日宴上救了秦婉，所以我拜托秦婉带我过去，把程大师请来，解决下咱家闹鬼的事情。瞎搞！家里不是已经请很多大师来看过了？这不，我特意把汪大师请了过来，而且这怎么看都是个毛头小子，他能看出什么？姑父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。程郎的厉害，我可是昨天晚上亲眼见过的。要不是那天有他在，我们宴会上所有人都会死在那个厉鬼手上。他这咋看啊？咋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？秦娃，你年纪小，阅历还不丰富，就别这么随意相信别人，免得呀被有些有心之人给骗了。秦婉，既然这位姑父这么不待见我，我还是回去吧。我可没有看人脸色还要陪笑的习惯。程大师，您不能走，我快被这屋里的鬼折磨得不能正常生活了。您要是不帮我是真的活不下去了。老婆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张天明，你今天要是铁了心要程大师走，那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我要立刻离婚，回我的林家去，哪怕被人说闲话，也比死在你这家这鬼手上好。程郎，你就发发善心，帮帮我姑姑吧。您先起来。也罢，谁让我心软呢？这鬼我一定帮你们处理了。小小年纪可别说这些大话，当心被风闪了舌头。你又是哪里冒出来的路人，在这刷什么存在感？庶子安敢无礼！贫道乃清风山亲传弟子汪文清，因秦都市道上无不尊敬贫道，故都称呼贫道汪大师。你什么？难道你就不觉得如雷贯耳，觉得很惊讶吗？我要觉得惊讶吗？你滚开！别打扰我在这里寻找阴气的来源。哼！程郎，王大师是我的贵客，你怎敢如此对待他？我凭什么对他尊敬？还有你，一直逼逼叨叨说个没完。我是看在秦婉和林阿姨面子上才来帮你处理这件事。你要再多说一句，小心我把你丢出去。你，哼！庶子敢跟贫道赌一把吗？赌？赌什么？就赌谁能最快解决这别墅里的恶鬼。若是你能先于贫道解决，贫道自此离开秦都市的圈子，回清风山潜修，再不问红尘事。哪来的脑残？我要你退圈有什么用？你要说你能退出生物圈，我倒是有些兴趣。嘿，你个臭小子！你要是赢了，我可以替王大师下注，再给你7000万。真的？不能反悔哦。但你要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你们怎么说，我就怎么做。你要是输了，姑父，程郎是我朋友，你这么做太过分了。可以，既然各位执意要赌，那这赌约我就接下了。只是到时候希望各位不要食言了。嘿，口气倒是不小，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从我这儿把钱赢走。那就不用你费心了，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。哼，尊上，前方发现一道阴灵，可去属下将其擒获。不用，我让你出手的时候你再出手。他在什么方位？回尊上，依属下感知，那东西正藏在储藏间。储藏间？我知道了。林阿姨，你们家里有储藏间吗？好，有倒是有，不过储藏间就是放一些平常不用的杂物，平时根本没人去，钥匙一直是我丈夫收着的。那就对了，带我过去，恶鬼80%就在里面。啊！钥匙快给我！哎呀，老婆，储藏间里放的全是积灰的旧东西，而且都没怎么整理，乱的没法下脚。你们突然要进去做什么？给我！
程大师说储藏室有鬼，我相信他。你我夫妻这么多年，你宁可信这来历不明的小伙子，也不肯信我。詹天明，你拦着我们到底在怕什么？储监要是没问题，看一眼又能怎么样？该不会你已经输不起了吧？我谁输不起了？哼！贫道也推演出那鬼物啊，就在储藏室。詹先生，带我们过去看看吧。跟我来。好重的鬼气！诸位退后，让贫道来会会他。真的不用出手吗，尊上？这道士不是这个鬼婴的对手。不急，先让这个人蹦跶一会儿，不然的话，他们怎么可能会输得心服口服？孽畜，此时不伏诛，更待何时？爸爸妈妈。啊！我好无聊好，既然你如此执迷不悟，便让你见识下这震碎符的厉害吧。去！这爸爸妈妈，逃！快逃！这婴灵已成大凶，贫道根本控制不住他，快逃啊！完事儿了，这就结束了。刚才吹得天花乱坠，结果也不过如此嘛。你行你来啊！行，我来就我来。黑无常听令，拿下那婴灵，听候处置。是。回禀尊上，婴灵已押到，等候尊上发落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耗尽修为都降不住的邪物，你的手相竟随手就擒住了。还有，你身边这究竟是人是鬼？简直比贫道所见过的所有鬼都要恐怖100倍。你究竟何方神圣？秦都若有这等人物，贫道绝不可能不知道。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雕像师罢了，别忘了我们的赌注。盯紧这2人，要是他们敢妄动，当场把他们抽魂炼魄。啊！是。走吧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你这个丈夫在这储藏间隐瞒了什么东西。好。你别过来啊！你别过来啊！而詹路之灵位，你们的儿子死了？没有啊。其实不瞒程大师，我这身体因为一些事情难以生育，嫁给詹天明这些年一直都没怀上，这怎么可能是我们的？啊！我想起来了，程大师，詹天明这个混蛋，3年前他包养了小三，小三怀了他的孩子，后来那小三死死来找我，让我和詹天明离婚，我没同意，我们就起了争执，结果他太过激动，从楼梯上摔了下来，原来还有半个月就临产的孩子也没了，这孩子难道就是？
看来十之八九了，但是我们还得问一下当事人。黑无常，把詹天明带进来。我要是你的话，就不会想着逃跑的。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只是太想要孩子，我对不起你，老婆，我给你磕头。哎，行了，别在这儿假惺惺的了。你现在不应该老实交代下吗，詹先生？阿雀跟你发生冲突流产之后，王大师找到我，他给我说可以将我死去孩子的魂魄重新收集起来，只要在家中供奉3年，有了香火之力，就可以重生。你这是不要笑挑战吗？那你可算是赢一次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这可是连3岁小孩都知道的事情，更别说你儿子不满月、肉身已毁的情况下复生。魂魄放哪儿？放保温杯里吗？小鬼头，这是我们家的家事，现在鬼你也抓完了，赌注的钱我会打你卡上，现在请你离开这里。大胆，胆敢对尊上不敬！你说的没错，这家事我确实管不着，但是林阿姨是秦婉的姑姑，有人想谋害她性命的事情，我是一定要管的。黑无常拦住他！以血为媒，8字为引，供养3载，这黄纸上所述之人必定断绝生机。如果我想的没错的话，詹田明想用这婴灵害死你，你死以后他就让那个小三光明正大的进门，如此既不得罪你们林家，同时又能满足他想要孩子的愿望，当真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呀，詹先生。少胡说八道了！老婆，你一定会相信我的，对不对？我从头到尾就想要个孩子，真的没一点心思去害你啊！这小子是在胡说，他诬陷我呀！他只是离间我们夫妻呀！詹天明，你让我感到恶心！3年，再有1个月就3年了。如果不是我找到秦婉，如果不是成大事，1个月后，我就要死在你宝贝儿子手上了吧？看来之前所谓的赌约，也不过是演给我们看的罢了。这一切的主导，恐怕就是那个汪大师。如果我找不到这储藏间，他们就会顺势让我不准再进行调查。如果我找到了这储藏室，他们就会假装不敌英灵，之后让英灵杀掉我们。只不过他们没想到的是，英灵居然失控了，并且也不敌黑无常。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，詹先生？今天的事，我会如实的告诉爷爷。这笔账我们林家记下了，我会带我姑姑回林家。至于你，就守着你的孩子，等着我们林家的报复吧。不是这样的，都是这小子在血口喷人，不是这样的。詹先生，别忘了我们的赌约哦。我这个人不喜欢等太久，要是我没收到钱，下次来催债的可就不是我了。尊上恕罪，属下失察，让此贼人跑了，属下立刻去找他，将其魂魄拘了，听候处置。无妨，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，翻不起多大浪的，跑了就跑了。是。那这婴灵该如何处理？林阿姨，这孩子就是你们的家事了，你看看该如何处置。这孩子也是个可怜人，我也并非铁石心肠的人，这一切都是詹天明造的孽。程大师，能否请您超度送这孩子去轮回吗？可以。既然如此，将其带回地府，送去重入轮回吧。是，属下领命。程大师啊，你这木雕卖吗？价格方面肯定让你满意。经过此事，我想买一个图安心。
程老，你的这些木雕可以卖一些给我林家吗？我想给我爷爷他们都能有一个。你这个木雕实在太厉害了，有了它，今后就不用怕鬼了。价格就按1个2亿收，绝对不让你吃亏。这小姑奶奶还真是个超级大富婆啊！1个木雕2亿，我现在一天能做1个，1个月下来岂不是能赚她60个小目标？不过钱固然重要，但更难得的是弄不到的稀有木材，买不到的稀有木料。林同学，不必如此破费，这些木雕我还能再做，店里也有现成的，你随时来取便是。报酬方面随意就好。不过我倒是希望林家能帮我寻些稀有木材，质地越上乘越好。真的吗，程老？你真的可以将这些木雕卖给我们林家一些？太好了，木材的事情你就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把这事办好的。就算木材是万年古树，我林家也会跟你寻来的。只要木料没问题，你们想要多少木雕都可以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程老。怪不得程大师这么大方，原来是因为……哎呦，姑姑，你别乱说。程老，先和我回去吧，我带你回家，之后再带我姑姑回林家。好，正好我能回去整理一批雕像，找个时间给你送过去。好，走吧。看来这个詹天明真被夏老实了，打款速度倒是挺快的，挺好的，省去我再找他了。哎，已经1点半了，吃些什么好呢？算了，不想了，反正有7000万，去犒劳自己一顿好的。程先生您好，我是灵异局的，现在想请您配合一下回答些问题，请问您现在方便吗？灵异局？那是什么？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？灵异局是灵异事件调查局的简称，专门负责灵异事件的调查，以便维护社会秩序。我想问程先生，林家小姐的生日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以及赵明泽的死因？灵异调查局？既然你们清楚世上有鬼，就该知道赵明泽是死于邪祟之手所以来找我做什么？程先生别误会，我们已经查明了，昨天的后日酒店确实发生了灵异事件，但仅赵明泽一人遇难。据其他幸存者称，是您携带的一尊特殊雕像救了他们，故特来了解详情。所以你是为了雕像而来？是。灵异局除处理灵异事件外，也需监管民间修士，例如程先生这类的人。别绕圈子了，有话直说。既然你已掌握情况，何必绕弯子？这样吧，程先生，麻烦您跟我们回灵异局做个修行登记，顺便局里也有些委托想请您帮忙，报酬绝对丰厚。修行体系，我不了解这个，我只是个做雕像生意的，需要的话可以下单订货，价格好商量。程先生是真不明白，还是故意不配合我们工作？配合又怎样？不配合又怎样？我一没违法，二没犯罪，你们还想强行带走我不成？如果程先生坚持不配合，那恐怕我只能采取强制措施了。谁敢动尊上？这是什么存在？这是什么存在？你竟饲养阴物？不对，哪有鬼怪敢白日现形？我堂堂4品武夫，竟被一击击退，这究竟是什么？介绍一下，我掌管地府轮回，这位是阴司正神黑无常。林先生，我无意与灵异局对立，但请勿打扰我的生活。程先生恕罪，方才只是试探，您的实力远超预期，灵异局急需您这样的高人相助，报酬方面绝不会让您失望。这人看上去确实挺诚恳的，灵异局应该属于官方组织，我没必要和其交恶，不如先看看能拿出的条件，如若真有我所需要的，倒也不是不能帮忙。那就进来说吧，谈正事前，我需要先了解几个问题。
程先生尽管提问，灵异局既然有求于您，必定会坦诚相告。你之前提到的修行体系和四品武夫，具体是指什么？什么？程先生，您竟然真的不知道？我当时还以为您只是不愿意透露，故意不配合。我确实对这个了解浅薄，因为我入行时间尚短。你算是我遇到的第2位圈内的人。修行分术武两道，按1品至9品划分等阶，9品为尊，1品为基。如你所见，世间并不太平，类似昨日的厉鬼索命事件时有发生，普通人能安稳生活，正是因有我们在暗处处理这些事。怪不得之前电视新闻经常出现那些灭门惨案，原来是这样。这么说，这些应该都是恶鬼所为。正是，这些消息不易公开，所以报道都会经过处理。此次拜访，其实也与近期一桩悬案有关，您可能有所耳闻。详细说说。不知程先生有看昨日的新闻吗？程先生可曾关注昨日南山大街灭门案的新闻？有印象，听说成了悬案，是厉鬼作案，一家5口全部被剥皮致死，现场留有浓重鬼气。但诡异的是，等我们灵异局去了以后，所有痕迹到门口就彻底消失了，不见了。这不合常理，恶鬼一动必定会留下阴气轨迹，怎么会突然消失？对呀，局子里也是这么想的，所有人都认为鬼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，但是事实摆在面前，确实是一点鬼气都没有留下。按常理来说，鬼是不可能突然消失的。这种情况的出现，有没有可能是有人在帮助他们抹除痕迹？这个可能性我们讨论过，但现场确实找不到任何人为痕迹，案子恐怕真要成为悬案了。我们也是实在没办法，才求助民间修士，希望能找点线索。稀有木料不能只靠林家，这案子倒是契机，既能积累抓鬼进度，又能让灵异局帮忙搜集一下稀有木材，这一单能干。我可以协助调查，但有个条件。你尽管提，只要能帮我们破案，灵异局能做到的，一定当全力满足。我需要特殊灵木，不是普通木材，是蕴含灵气的那种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完全没问题。局内正好有一批万年雷击木，大约5斤左右。如果程先生能帮助我们破案，这5斤雷击木就算是灵异局给程先生的报酬。万年雷击木虽然数量比较少，却也是可遇不可求的木材。记得爷爷说过，以此木雕琢神像，可镇8方邪祟。若是雕会强大神明，相信一定能够成功的。没任何问题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现场。太好了，您请。真是怪了，居然真的只有屋子里有相当浓郁的鬼气，但是外面却一点鬼气的痕迹都感受不到。说我们能解决，也不必重金请您这种民间修士过来呢。尊上，西面20公里处检测到同源鬼气，可需属下2人前去缉拿。拿张地图来。给。这西面20公里是什么区域？20公里，似乎是赵氏集团所在地。让开！林更生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既请了老夫，为何另寻他人？连答应我的雷击木也转许别人？队长，满大师得知雷击木另选他人，执意要进来，拦都拦不住。满大师息怒，案子尚未告破。灵异局的承诺，自然是谁能解决问题便归谁。5品修士坐镇于此，林队长却还要另请高明，既信不过老夫，当初何必让老夫来？小子，就是你想要截胡，现在退出还来得及，免得待会儿颜面尽失。林队长说了，各凭本事。你若真有能耐，何不先把害人的鬼物救出来？狂妄！小子，你可知何为长幼尊卑？真当老夫寻不到那孽障？既然找得到，现在就指个方位，带人去收妖，雷击木自然归你。老夫尚需布阵推演，阵法一成，自见分晓。那真是可惜，我已经找到了。信口雌黄！
你就到这看了几眼，就敢妄下断言？莫非当自己是九品天师不成？林更生，你也听见了，这小子满口狂言，要不说，应当立即赶出去，以免贻误案情。程先生，您真确定吗？这事儿开不得玩笑，要是搞错了线索，雷击木的事儿可就……不相信我啊？不是不信，可您这效率也太离谱了，总得有个过程吧？鬼物就在赵氏集团，若我推测无误，这件事与赵氏脱不了干系。想要破案，就立刻调集人手随我同去。都别傻愣着，全体行动！留2人看守现场，其余人随我出发。哼，老夫便看看这小子能玩出什么花样。警察，怀疑你们赵氏集团跟南山大街那起灭门案有关。你们老板赵尚恒人在哪儿？您稍等，我这就联系董事长。用不着。所有人听着，把大楼前后门全给我守住，一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。是。站住！林队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林队，这阵仗是什么意思？好久不见，一来就堵我公司大门。赵总，公务需要，现在怀疑赵氏集团跟南山大街灭门案有关，请配合调查。林队，我儿子昨晚刚在后日酒店遇害，案子还没破，转头就来查我们赵家。林队，受害者家属还要被你们当嫌疑人？原来他是昭明泽的父亲，这赵家水有点深啊。赵总，您儿子的案子会继续侦办，但灭门案也必须调查。若赵氏集团确实清白，我亲自登门道歉。道歉？我赵氏合法经营，依法纳税，你们这样闯进来搜查，传出去以后，我们还怎么在秦都立足啊？所以，赵总这是拒绝配合了。配合当然可以，先把搜查令拿来，见到文件，赵某亲自带你们查。在这之前，恕不接待。林队，你真是被这毛头小子忽悠了。老夫查探过，赵氏集团根本毫无阴气，明显是找错方向了。不如让老夫用正统术法。不信我就撤呗，你们查你们的，我回去卖我的木雕，两不相干。全体突击搜查。是。所有责任我来扛。林队，这边。尊上，顶楼阴气极重，整栋楼至少藏了6只厉鬼。6只？这下赚翻了。你们对付得了吗？尊上放心，就这点小鬼，我们兄弟俩随便拿捏。行，有这话我就踏实了。桃，我们这边没发现，我们这也是完全正常。一样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。林队，搜也搜过了，现在能给我个说法了吧？赵尚恒，10楼是你办公室吧？敢不敢带我们上去看看？不行，那是我私人办公室，全是商业机密，怎么能让你们进来？小子，别硬撑了，雷击木跟你压根没缘分，趁早滚蛋，把案子交给专业人士，省得待会儿下不来台。哼，杀人的鬼就藏在赵尚恒办公室里，而且告诉你，这栋楼里的鬼不止1只。要破案就搜办公室，不信拉倒。全体都有，给我冲10楼办公室。是。林队。这引起，程大师说的对，赵氏果然有问题。不可能，1楼明明什么气息都没有。当然察觉不到，要不是有法宝镇着，你以为南山大街的鬼气为什么会凭空消失？要不你先试试，要是能搞定，雷击木分你一半。哼，别得意太早，这阴气浓度
你根本扛不住，最后还得靠老夫出手。雷击木，至少分我70%。行啊，你要是能单独解决，雷击木我全让给你都成。说话算数。当然，只要您能一个人搞定，我立马走人。好小子，冲你这句话，老夫今天就露一手。程大师，满大师，真能应付？当然不行，不然我能把雷击木让给他，先让他吃点苦头，省得待会儿又说我抢功。要是让这些鬼跑了怎么办？我们局里基本都是武夫，根本不会抓鬼啊！慌什么？有我镇场子呢。孽畜，乖乖受死，还不快快伏诛！全体气血护体，别让鬼上身！知道疼了就乖乖受服。兄弟们，拼了！这老东西要让我们魂飞魄散。大哥说的对，他们都杀到老家了，今天不是他们死，就是我们亡。完了，6只厉鬼，这得要7品天师才压得住啊！我们全得交代在这儿。 6只很厉害吗？1只厉鬼就得5品9使拼命，现在来了整整1打2。厉鬼和普通鬼有什么区别？这时候你还研究这个？厉鬼的阴气浓到肉眼能看见，普通幽魂只有修行者能感知，但厉鬼现形时，连普通人都能看见黑雾。懂了，牛头马面，干活！牛头马面，出来！ 是，你牛爷爷在此，哪个敢动？说到3不跪下的，魂飞魄散。你，尊上，厉鬼已全部制服。押回地府，交判官司处置。该入地狱入地狱，该投胎的安排投胎。是。 满前辈没事吧？年纪大了就别硬撑，机会给你，你都接不住啊！你那2个根本不是鬼，身上带着神性，这世上早已无神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是神是鬼重要吗？好用不就得了？6只厉鬼的能量果然霸道，现在光靠肉身就能硬接林更生的那一拳了。你好自为之，但愿不会引起那些人的注意。等等，你说被谁注意？你竟然不知道？我要知道吗？程大师，满前辈说的应该是人间道组织。人间道是什么？500年前有大能绝天地通，封锁了2界通道，他们想独占人间灵气，谋求成仙。 人间道就是他们建立的势力，专门清除世间所有与神明相关的痕迹。封锁轮回，那死者岂不是永世不得超生？正是如此，否则世间哪来这么多孤魂野鬼？那他们自己呢？就算修得仙体，也无法飞升吧？飞升？人家要的是在人间称王称霸，谁愿意去上界当底层养料？小子，人间道对神性感知极敏锐，你刚才闹出的动静，怕是早已被盯上。 这雷击木，你留着防身吧。你们灵异局该不会也是人间道的走狗吧？那雷击木还能作数啊？程大师放心，我们是国家正规编制，只负责维护社会安定。雷击木稍后就派人送到您店里。不过若是人间道找来，我们实在不便插手。行，至于人间道，我倒要看看他们有什么本事。队长，人间道的电话。接就行，不用管我。你好，我是林更生。林队长，请
秦都市近期出现多次神性波动，虽然每次持续时间很短，但强度异常，请立即汇报相关情况。不太清楚，最近秦都案子多，灵异局忙得团团转。怎么，人间道打算派人来支援？我们自有安排，有消息立即上报，好处不会少你的。程大师，我只能帮到这儿了，您尽快离开秦都吧。等人间道派高手过来就麻烦了。谢了林队，不过我这人就爱啃硬骨头，让他们尽管放马过来。尊上，马面已押送厉鬼回地府，但现在有强横神念正在扫描全城，您目前的修为恐怕难与这神念抗衡，可要属下带您暂避地府。果然动静太大，被盯上了，连牛头都觉得棘手。不必躲藏，若来的都是杂兵，正好当送经验的。但抓鬼提升实力，确实刻不容缓了。你好，我是程狼。程狼，快来，我家出事了。别慌，你慢慢说。家里突然闹鬼，电话里说不明白，你可以来一趟吗？我已经派人去接你了。我现在回店里拿家伙，让你的人在店门口等着。好，你快些。程狼，你总算来了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林小华，你先松手，让我看看情况好吗？对不起，我太害怕了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先带我看下你家人。好，你跟我来。放开我！我可是人间道的人，你们敢绑我魂魄，不想活了吗？区区凡人敢得罪人间道，信不信明天就让你们倾家荡产？人间道，没想到来的不是人，竟是附身的恶鬼。程狼，你看，爷爷和爸爸完全像变了个人。程大师，我爸和我哥他们从下午开始就不对劲了，到傍晚突然发狂砸东西，没办法，只能先控制住他们。结果7、8个人都按不住，到最后勉强才捆住。看来是被厉鬼附身了。被鬼附身，那要怎么解决啊？没事，这些都是小问题，我可以解决。你们退后些，不要靠得太近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哎呀，有钱人家就是讲究，这沙发质感真不错。小子，你就是他们请的道士，这事你管不了，识相就赶紧滚，这事儿不是你能插手的。哼，我们石头的身份说出来吓破你的胆，能被我等借尸还魂，是这户人家的福气。好，真有意思。你说巧不是，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，不如说说看到底多大来头。告诉你也无妨，听好了，我师父那是人间道神霄长老，我乃首席弟子，渡劫时遭天雷反噬，才暂借肉身。徒儿住口！这小子身上似乎有神性波动。行啊，鼻子倒挺灵。你们专门来秦都，不是偶然吧？你就是上面要找的人，果然能通神。不可能，那股神性的存在居然是真的。你，徒儿快跑！为师替你挡下的，只要回去报信成功，你就是大功一件了。好，师父撑着，我这就搬救兵来。好一个感人的师徒情深啊！不过很不幸，我既然来了，你们觉得我还会放你们离开吗？师父，这结界专克阴神，我刚才撞上去结界，一点都没动摇，反而我差点被撞得魂飞魄散。小子，真要结死仇！要知道杀了我们，人间道就会与你不死不休。你这话说的好像放过你们，人间道就会跟我握手言和似的。你若愿意放我们回去，老夫便可居中调停，说不定能争取你和人间道共存。你俩脑子被雷劈坏了，还是当我跟你们一样蠢？大胆！你怎么跟我师父说话的？我师父可是人间道的长老，他愿意帮你周旋，就一定能成功。你可想好了，这可是你的造化。白鹤童子，现个身吧。
属下拜见孙上。这不可能！神明显示如此强大的神明，小子，这等威压，你究竟是何人？我，普通雕像店老板罢了，但你们也可以称我另外一个身份——地府主宰。地府主宰？啊！我就知道，他当时那么做一定会遭天谴的。逆天而行，重遭天谴，我们完了，全完了！小子，你对我师父做了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人间道定将你碎尸万段！不是大哥，你师父自己下破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现在老实交代问题，还能留你投胎的机会，否则……做梦！你不是很在乎这2个凡人吗？我就当着你的面弄死他们！没救了！白鹤童子，动手！恭喜孙上吸收了这2道阴神精魄，让您修为大涨。这2个人的阴神精魄，居然比那15个厉鬼还要补。我现在感觉，再面对一次林更生，我一拳就能放倒他。这2人并非寻常鬼物，乃是修行者所化的阴神。若非夺舍，耗去他们90成力量，使得他们阴气耗尽，恐怕打起来还真要费些功夫。成了，我爸爸跟我爷爷他们……不用担心，他没事了。只不过那2只厉鬼临死前下了引魂咒，道士送了我份大礼。引魂咒，哼，有点意思。白鹤童子，孙上，本座许你杀鬼特权，凡进别墅10米的鬼，不论好坏，只杀不渡，格杀勿论。遵命。哎呦！是。顶孙上，攻灭5只厉鬼，48游魂，已全部消灭。辛苦了，先回地府休息待命吧。是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现在所有的鬼都被我消灭了。那我爷爷和我爸爸他们也没事了，只不过被阴气冲体昏睡，休养2天就好了。成龙，真的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林小伙，你先松手，我只是居手之劳罢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中午说的那个稀有木料，我跟你打听到了。真的吗？他在哪里？我刚好需要他。不在我这儿，我只是打听到了消息，说3天后在鬼市会有一批稀有木料，就有那个千年火桃木，他们会以拍卖的形式售卖。鬼市？那是什么地方呀？鬼市就是秦都市的修行者们自发组建的交易市场。修行者们会以物换物，或者会以货币的方式换取自己想要的东西。那这个火桃木价格几何呀？你帮我打听打听。我现在身上只有詹田明给我带来的5000万，我不知道够不够呀。你救了我一家人，还谈什么钱啊？我的就是你的，不管这个火桃木多少钱，我林家都帮你出了。这不好吧？这有什么不好的？这是你应得的。那就这么定了，3天以后我陪你一起去鬼市。你要是再拒绝，就是没有把我当朋友。那行吧。哦，对了，这袋子里面是我之前说好的给你们的雕像，牛头马面、黑白无常，还有城隍判官，都给你们带来了。你分给你的家人每人1个，到时候一般的厉鬼也无法靠近他们。成龙，谢谢你，多少钱我转给你。哎呀，这火桃木的价钱还不知道多少呢，我不能再收你的钱了。那不行，火桃木是作为你救我一家的谢礼，这雕像是雕像的钱，不能混为一谈。行吧，那你看着给。那这外面这么晚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家吧？回什么回呀？这么晚了，就在我家住下吧。秦晚的房间隔壁都是空房间，住哪儿都行。那什么，我明天店里还要开业，我就先告辞了。成龙。成龙，
你这雕刻的又是什么？眉眼真英俊，不过怎么3只眼睛啊？我这是二郎显圣真君杨戬，我之前都没有办法雕刻他，最近变强了，再加上灵异局给我送来了一块千年雷击木，我才能勉强雕刻他的雕像。他这么厉害，你以前都雕刻不了他？他当然厉害了，我给你的那些雕像，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绑起来都不及杨戬一只手打的。真的假的？不过我觉得你以前雕刻的雕像已经很厉害了，那这个杨戬他到底有多厉害啊？哎呀，搞定，这个你以后就知道了。现在我们先去鬼市看看虎桃木，如果能顺利把他收下来，我又能雕刻一件更加厉害的神明。哎，你们随便看一下啊，这宝物啊都是真的。这个800万买不到，得1000万。这个是2000万。程老，这里的东西都好奇怪啊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些东西。你这是第一次来鬼市街吗？对啊，我们家很少和修行界的人打交道，一般有什么事儿都是去找灵异局的人。不过现在有了你，倒是不用再找他们了。林大小姐，你这是拿我当免费售后了？啊，谁拿你当售后了？我可是给了你10个亿呢，要不还给我？这话又说回来吧。哟，哼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林大小姐和程大师啊！詹天明，你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，你就不怕我林家的报复吗？报复？哼！你林家是秦都市一方巨头不假，我詹家也不是吃素的，想报复，谁怕谁呀？啊！更何况王大师已经将清风山大师兄请了出来。哼，姓程的小子，有本事和陆大师比划比划。你就是他师兄？没错。你们清风山难道没有门规吗？你知不知道他养鬼害人，纵鬼作恶？贫道此次下山就为讨个公道，我师弟无论如何自有我清风山管教，你一个外人不能伤他。真是有点意思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跟你颠倒黑白的，但是他的伤是他所养的恶灵反噬，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你要找茬，我奉陪，不过不是现在，等我们从鬼市街离开后，咱们再约个时间好好掰扯掰扯，如何？好，今晚我们过去看看。好大一块虎头木，这起码得有10几公斤重了吧？各位同道，看来人来的都差不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不再等了。今日想必各位就是为了这块火桃木而来，那我就不废话了。这块千年火桃木重15公斤08两，起拍价1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万。现在开始竞拍！1亿0500万，1亿1000万，1亿2000万，1亿5000万。哎呀，1亿5000万！还有人要加价的吗？如果没有，就归这位美女了。1亿5000万2次。等一下，我出2个亿。詹天明，你别找茬。林清婉，你此话怎讲？宝物人皆可得，更何况今天是拍卖，我出价比你高，怎么就找茬？这个火桃木根本就不值这个价钱，这是恶意竞价。值不值不是你说了算的，在我眼中它就值2个亿。别那么多废话，你想要它就继续喊价。的确如此，宝物人人想得知。既然是拍卖，还请这位美女不要影响其他人啊。我出2亿5000万。我出3个亿。3亿5000万。我出4个亿。我出。林清婉，我不怕告诉你，我詹家有的是钱。今天无论你叫价多少，我都比你多5000万。我还知道你买这个东西就是为这个小白脸的。你今天不出10个亿，你就别想带走这火桃木。你说谁小白脸呢？说谁心里清楚。怎么，你还护犊子了不成？算你狠，
但今天这块火桃木我要定了，5个亿，5个亿一次，我出6个亿，6亿5千万，我出8个亿，9个亿，我出10个亿。好了，你赢了，这块火桃木我们不要了，归你了。这程老，你别管，这块火桃木我答应了要给你的。没事，你听我说，花10个亿买一个火桃木不值得，他要想要的话，给他就是了。10亿2次，10亿3次，成交。这位老板，您收好，这是您的火桃木。哎，您是支票呢，还是打款？小子，你竟敢耍我！我怎么就耍你了？我看詹先生这么喜欢这块火桃木，我就忍心割爱让给你。你不但不感谢我，还说我耍你呢。你，难道是詹先生故意竞价被我摆了一道，花10个亿买了一件没有用的东西，气急败坏了吗？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我詹家有的是钱，不差这10个亿。给你转过去了，你注意查收。谢谢老板惠顾，欢迎老板下次再来，到时候给您打8折。老板，您收好你的火桃木。程老，你怎么知道詹天明在恶意竞价？其实很简单，这块火桃木对大多数修士来说都没什么用，不然的话，这位摊主也不会出价这么便宜。你没看到刚才拍卖到2个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笑得合不拢嘴了。既然没用的情况下，张天明这样竞拍，那就是在故意加价。他的目的就是抬高差价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你要是继续喊下去，他肯定不会再跟。那这样，我们就会多花7、8个亿拍下这块火桃木，得不偿失。程老，对不起啊，答应你的事情没有做到，火桃木还是被詹天明给抢走了。没关系，火桃木虽然没有得到，但是我得到了更好的东西。更何况，我陈兰的东西不是那么好拿的，他詹天明怎么吞进去，怎么吐出来。小心！快找地方躲起来，我们误入了法阵之中，快！敢算计老子，找死！杨戬，把他们找出来！休伤无主，躲躲藏藏的鼠辈，给本尊出来！别掉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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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原来是你们呀！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硬闯。正想着怎么找回火桃木，倒是你们自己又送上门来了。这不可能！你这属下什么修为？这五雷阵就算7、8匹来的修士，误入其中也得被劈得浑身渣渣。一个没有品位的修士，这不可能！你没见过的事儿多着呢，倒是你们，我只是得罪了你们师弟，你们却对我下杀手。你们清风山挺会护犊子呀！既然我已经落在你手里了，不是你杀我，就是我杀你。今日我办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挺有觉悟，杀人者人恒杀之。杨戬，送他上路。我去，詹天明，你尿了！赵天明，你就不能像那个陆什么来着学学吗？既然敢来杀我，就不会想着被我反杀吗？程大师，饶了我吧！求求你饶了我吧！程大师，你就当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好不好？求求你饶了我吧！程大师，程大师，你别过来，再过来我一掌震飞你啊！早知道如此，何必呢？火桃木呢？在车上，在车上。我问你，想活吗？我想。可惜啊，本来已经给过你机会，可是你带着这个人来找我。我们2个本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可惜啊！不要杀我！我有钱，我可以给你钱。你要火桃木是吧？我可以去给你找50斤100斤，只要你不杀我。我这个人不想留下后患，既然咱俩已经结仇了，
那就必须得做个了结。对不住了啊！死了，死得好，这个人渣早就该死了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这件事由我林家处理，我会找人顶罪，认下杀死詹天明的事。没事，他们俩被雷劈死的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快回去吧，这里不安全。刚才的动手，估计又惊动了不少人。他们来找我倒是不怕，但是别连累了你们。那好吧，这种事情我也帮不了你什么，那你万事小心。好。哎呀，程大师，你怎么还有心思刻雕像呢？出大事了！我是开雕像店的，不刻雕像还能干什么？清风山的大弟子，还有詹氏集团的大少爷詹天明死了，就在你家店旁边不远的街道上，被雷劈死的。然后呢？你都说了是被雷劈死的，关我什么事？哎，修行界内部的冲突也不归我们灵异局管。我来找您呢，是有其他事情。其他事儿？什么事儿？秦都市闹僵尸了。僵尸？这东西竟然真实存在？对，虽然说僵尸的数量极其稀少，但却极其难对付。不仅刀枪不入，而且水火不侵，一般的修士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况且，僵尸咬过的尸体也会转化为僵尸，棘手的很呐。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小心点，祝你们成功。这不是，程大师，您不打算出手啊？出手？可以啊。那你们这次灵异局又能给我什么材料？类似千年雷击木的，3斤5斤，我倒是可以帮你去抓僵尸。这个，哎，上次上面给的配额已经全部都给人了，新的配额还没下来。那我就爱莫能助了。你也知道，我是个生意人，你总不能让我去做亏本买卖吧？这，尊上，此事可以答应他，僵尸对我们来说有大用。等一下，陈大师，您愿意出手了？嗨，我可以帮你，不过我有2个条件。您说，只要您能帮我们抓住僵尸，条件您随便提。只要我们灵调局能做到，但无不从。第一，僵尸解决之后，尸体归我了，我有用。没问题。这第二的话，我要纯阳之木，可以晚点给，但必须要有。这个也没问题，我可以以灵异局的名义向上面申请，虽然会晚2天，不过一定会有。行，那我没什么问题了，你回去吧。什么时候行动，通知我一声就好。行啊。人走了，说说看吧，这僵尸对我们有什么用？尊上，僵尸这种东西可不多见，乃是跳出3界外，不在五行中的存在，而用处就更大了。譬如您现在正在雕刻的大圣雕像，如果能以僵尸精血辅以点睛，恐怕能爆发出大圣全盛实力的1/10。这东西这么强吗？大圣全盛1/10的实力，那我岂不是能在人间横着走，还怕个锤子的人间刀呀？不错，大圣是天斩石猴，本身也是超出3界外，不在五行中，与僵尸实际上有些相似。再加上尊上您这块无暇轻一时，所雕刻出来的大圣雕像显圣实力绝对超乎想象。很好，既然这样，这僵尸我势在必得，那我就得好好准备准备。不过，用什么抓僵尸比较在行呢？尊上或许可以考虑雕刻一下旱魃。我们抓鬼还行，但僵尸这种东西呢，不归地府管制，而旱魃身为僵尸始祖之一，对各种僵尸都有一定的压制力。好主意！雕刻旱魃最好的材料是汉古桩，
哎呀，我去哪里搞这汉古庄呢？喂，我是程郎。程郎，我家后院挖出来一块很奇怪的木桩，我想了想，你似乎很需要这些木头，所以问问你要不要来我家看看。奇怪？有多奇怪？我刚好很缺各种稀有的石料木料，你能描绘一下吗？如果有用的话，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也说不下来，这块木头极其干燥，而且不管是什么水，只要靠近它2米范围内，就会迅速蒸发，就连水龙头在它2米范围内都无法出水。等着我，我马上过去。看好那块木头，谁都不要碰。这林秦婉还真是我的福星啊！刚想着不知道去哪里弄汉古装，这一个电话就给我送来了。我出去一趟，你们看好家里。程郎，你来了，你快来看看，那个木头好奇怪啊！我们家不会又要闹鬼了吧？我上次给你的那些雕像发给家里人了吗？家里重要的人我都给了。那不就得了？有了那些雕像，短期内你家人是无法遇到鬼的。如果碰到了连雕像都无法解决的鬼，那肯定就是人为所致了。到时候直接给我打电话。这样，那你快来看看。你看那个木头好奇怪啊！要是对你有用的话，你就拿走吧。不错，不错，就是这个小友救了我和怀清吧，我临顶过，多谢小友救命之恩。多谢程大师救了我和我父亲，大恩大德，我林家没齿难忘。程大师今后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，尽管来找我林某人。不必这么客气，况且我和秦婉是同学。林叔叔，不必这么客气，咱们还是先看看这块木头吧。果然是汉古装。汉古装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汉古装是古时候用来对付旱魃所用的木桩，用来镇压旱魃的邪气。传说只要找到了旱魃，并且定下汉古装，当地便可风调雨顺数年。这么神奇啊！这我就不清楚了。不过这块汉古装我现在确实很需要，不知道是否可以让给我。这算什么呢？区一块木头，就算是这栋别墅，只要小友你开口，我老夫可以送给你。没错，程大师对我林家有救命之恩，只要程大师开口，我李家有的尽管拿去。区一块木头送给程大师又如何？大哥，你别到时候程大师真的要拿走你的宝贝的时候，你不要心疼就是了。哎，不可能，我可是林氏集团的总裁，这点魄力还是有的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说不后悔就不后悔。要不事不宜迟，咱们先动工。刚好现在是正午，防止汉古庄下面的邪气逃逸。哎，行，保安，去把那块木头给挖了。秦婉，哎，秦婉，程大师，秦婉她坏了，这汉古庄下还有一股邪气未被解决。刚才拔出这汉古庄时，邪气入体，导致他昏迷不醒。那可怎么办呢？程大师，我就这一个孙女啊，你一定要救救她呀！救倒是好救，只需要找到一个阳气旺盛、未曾破身的男子，嘴对嘴，将其尸气吸出，用阳气化解，方能保秦婉无碍。你们这么看着我干什么？程大师，你可婚配？没有啊，我现在正单身呢。那不知道你对我们家秦婉感觉怎么样？很好啊，秦婉善良、漂亮，家境又不错。等等，你们该不会是……这就对了，这程大师能看上我们家秦婉，是这丫头的福气。况且现在我们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。程大师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我跟秦婉是同学，不能乘人之危吧？哎呀，程大师啊，
什么叫趁人之危啊？女孩子不愿意的，那叫趁人之危。秦婉对你有好感，这是傻子都看得出来。更何况你们亲也亲了，抱也抱了，你可不能始乱终弃啊！妹子，你说的程大师会拿走我的重要之物，原来指的是秦婉呐。不然呢？对你林大总裁来说，还有什么比秦婉更珍贵的？那倒是，程大师人品不错，长得也可以，能力更是不凡。今晚交给他，我倒是放心。这，要不你们都同意的话，那我就试试。程大师，你就救救秦婉。哎呦，不是我要亲你的，是你被湿气入体，你爸爸和你爷爷都同意我救你的。对，是你救了我。啊。谢谢你救了我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哎，慢着点儿你。我这是被强吻了。程大师啊，你可不能辜负我这侄女啊！她这可是已经对你表明了心意，你们两个……今天咱们林家喜得佳婿，不行，今天中午我老夫啊得多喝2杯。没错，陈大师，不对，程郎，中午呀就别走了，陪我和老爷子喝2杯。抱歉啊，各位，我店里还有事儿，回头一定登门拜访。再见。程大师，您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那个僵尸又冲我了，他又吸干了一个普通人的血。不过我们及时出现，现在已经把他困在福气小区里了。已经准备妥当了，什么时候去抓？那太好了，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走。走走。陈大师，里面怎么样？还有其他居民吗？基本已经处理完毕了，凡是能够离开的都已经离开了。现在这个小区已经是无人区了。干得不错，通知各组听我命令，准备击入。不用这么麻烦，你们看好门，我一个人进去就行，别让他出来伤到了其他居民。这僵尸很厉害的，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就连子弹打在他身上都不能伤其分毫。听程大师的，我跟他一起进去就可以了，互相有个照应。你们守好门。是。好浓郁的阴气，看来这僵尸已经成了气候。是啊，那只僵尸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，刚来青都市就吸了不少夜景工作人员的血。我们发现的时候，他已经逃之夭夭了。我和他有过一次交手，我4品武夫已经不算是太弱了，可他只是一场就把我打昏迷了过去。要不是有人用枪强行把他逼退回去了，恐怕程大师已经见不到我了。看来是个硬茬呀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能轻敌了。汉拔，尊上。这又是一个僵尸吗？这冲天的尸气比那只僵尸不知道强了多少倍。这是汉拔，传说中4大僵尸始祖之一。这人世间所有的僵尸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之一。你说他能不厉害吗？小心，那家伙出现了！好家伙，看这装扮还是个清朝僵尸啊！汉拔，尊上，干碎他！是。回禀尊上，拿下！这就完了？我还没看清他的动作呢。不然呢？区一个僵尸，这可是汉拔。面对汉拔，就如同老鼠见了猫。你见过老鼠见了猫会还手的吗？不愧是程大师啊！若是我灵异局来对付这僵尸，恐怕死伤无数，也未必能将其拿下。行了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先将其带回去。大长老，你看清楚了吗？
这家伙召唤出来的东西身上似乎没有神性，似乎还是有一些的，只不过湿气太浓了，掩盖住了。那怎么办？还动手吗？先不急，现在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这小子，贸然动手容易打草惊蛇。你在秦都盯着他，我会去禀告首领，切记没有命令之前不许贸然出手。至于吗？一个毛头小子而已，我上去将他擒了，带回去不就得了？至于这么谨慎吗？你懂个屁呀！这是命令，你只需要听令行事就行了。是。哎呀，这玩意儿刀枪不入，水火不侵，该怎么提取他的精血呢？这问题为啥不问问汉魃呢？他也是僵尸，或许应该清楚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呀？汉魃，尊上，帮我提取这僵尸的精血，你能做到吗？是。尊上，这便是此时的精血，干得不错，你先回去吧。是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该轮到我了。恭喜尊上，贺喜尊上！这雕像点睛成功了。若是使用，所召唤出来的大圣至少有真大圣的1分实力。这种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当初大圣大闹地府的时候，真是让人恐惧啊！很好，有了这具大圣雕像，就算再遇到人间道的人，不惧了。喂，秦婉。你好啊，长老。你是谁？秦婉的手机怎么会在你手上？你不必问我是谁，想见你的小女朋友，就来秦都市后山山脚下，我在那里等你，过期不候哦。喂，该死，秦婉总还是被人盯上了，看样子就是人间道那群家伙。尊上，需要我们出手吗？秦都市没有太大的灵力波动，应该只是个小角色，我们应该能应对。不必了。既然他这么想见，那我就去见见他，好让他做个明白鬼。看好家里。遵命，尊上。你不是找我，现在我来了，可以放了他吧？长老，久仰大名，最近整个大夏都在传，都市出来个天才雕像师。就连清风山的陆宣锦都死在了你的手上，真是英雄出少年呐！如果你来找我只是为了说这些，那倒是不必了。赶紧放了秦婉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一命。有意思，你留我一命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管你是谁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放了他，否则死。天才总是狂妄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鄙人骆如松，人间道大夏区大长老首席大弟子，8品修士。小子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获得神明垂青的，但是劝你一句，现在的人间早就不是神明的天下了。屁话真多！大圣，助我！这是哪里？俺老孙不是正在花果山喝酒吗？晚辈成狼，恭请大圣出手，帮我除掉此人。原来是你，有点意思。3界共主嘛，既然如此，俺老孙就卖你个面子。说吧，打谁？成狼，你是想笑死我吗？这就是你找来的帮手吗？一只猢狲。小子，俺老孙这辈子最烦别人叫俺弼马温，其次就是猢狲。是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如此不尊敬俺老孙？一只小小的妖猴，竟敢大放厥词！我看你是想找死。好，好，好！一个尚未成仙的小小凡人，竟敢如此狂妄！既然你求死，那俺老孙就送你一程。大圣，留他一口气。
俺老孙给你个面子，没有将他打死，想问什么就快去问吧。谢谢大圣。你到底是谁？神明，是真的神明！饶了我，你不能杀我！你要杀了我，整个大夏都会来追杀你。骆如松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你得罪了那位，我也保不了你。不过你现在有个选择。什么选择？选择痛快的去死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否则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手段。不，你不能杀我！不，你还没有认清现在的局面吧？刚刚那一棒，我想你们人间道没有人可以接得下。我不去找你们，是没有把你们当敌人，并不是害怕你。你要问什么？这才对嘛！说说看，你们人间道这次来了多少人？就我自己。本来师傅和我一起来的，当时在幸福小区的时候，你所召唤的那个僵尸身上神性很淡，师傅便回去禀报首领了。首领是谁？他的实力如何？首领是谁我也不知道，只知道他掌管所有人间道，大夏修士人间道遍布全国，灯塔国、樱花国、日不落等国都有分布，各自都有不同的首领，而他们之上乃是天宫，天宫掌控在人间道真正的首领之中。那你说的这个真正的首领，知道他的具体信息吗？不，并不清楚，我只知道是……死了，应该是触发了什么禁制，但并不知道触发的原因是什么。好狠毒的禁制，连灵魂都一起湮灭了。应该是那个什么首领下的禁制，只要提起有关他的信息，就会触发禁制。哎，对了，大圣，你刚才说的什么三界之主呀？别问俺老孙，俺不知道。你别问那么多，你只需知道，只要你能够找到足够强大的载体，这漫天神佛皆能为你所用。这玩意儿倒是精巧，能够承载俺老孙1成的法力。不过材质还是太差，只能使用3次。不过只要你有事，尽管找俺老孙便是。这人间还没有俺老孙去不得的地方。谢谢大圣。竟然还有香火金。这东西你拿着。西方那些秃驴最喜欢金身了，用了它应该能召唤西方那帮家伙来帮你。大圣，你的意思是说这玩意儿能塑造神像？俺老孙要走了，你小心行事。人间能否重新连通3界，希望可全都在你身上。小子，加油！俺老孙看好你。看来力量的代价总是昂贵的，能够发挥大圣1成实力，但是却只能使用3次，剩下的2次我得好好珍惜使用了。不过若是能做出一尊如来金身，这一切也是值得的。哼，人间道首领，你的人头我收定了。不过这8品阴神倒是帮助了我不少。啊，对了，今晚长老，我以为我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他已经死了。这次是我的问题，他们原本要找的人是我，没想到连累了你。没关系的，我不后悔。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当初在明月酒店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我姑姑、我爸、我爷爷，我们林家一家人的性命都是你救的，这点小事不算什么的。秦婉，你放心，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
哎，对了，我给你的那件雕塑呢？我今天本来打算跟我闺蜜一起去逛街，结果出门太着急忘记带了。我在路边等她上厕所，结果突然来了一阵黑烟，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这里了。你以后出门一定要带雕塑，就算遇到了危险，我也能第一时间察觉，就算不敌敌人，也能拖延时间，明白吗？嗯。成狼，对不起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我以后一定好好带着雕塑，洗澡都不摘。这个，你洗澡的时候还是得摘吧，放在门口可不能让他们白看。奖励你，救驾及时。今晚，这些可不够。那以身相许怎么样？嗯。